大家好，天堂今年版就在6月8号晚上4点的时候，官方又锁创角咯。锁创角的伺服器就在画面中，大家可以自行观看即可。接着就是制裁公告，最近的制裁公告都很好笑。如果前几天的制裁公告没有制裁任何玩家，现在制裁公告就会这样写。像今天的就是6月6号到6月8号，制裁账号数45855个。他们现在就会把前几天的日期补上去，这种操作我是看不太懂啦，有种校正回归的感觉。再来就是官方有发一篇公告，标题叫做欧瑞篇章服务改善方向 Q&A。然后呢，我先跟大家说，我一开始是先看到韩文的版本，并不是中文的版本，所以我说的内容呢，可能会跟大家看到中文版的内容有些不同，大家可以边看边听，一起参考看看。但讲是这样讲啦，其实我就是懒得重新写中文的台词稿。好啦，一开始就是前言，他们就是说感谢大家对欧瑞版本的更新给高度的关注与支持，同时他们也以沉重的心情逐一倾听玩家对于本次更新所提出的各种意见，他们汇整了玩家们的反应，最热烈的问题在此向大家答复。Q1 能力值套用的方式似乎与以前的天堂不同，这个是正常设定吗？官方回答，许多玩家反映关于能力值套用方式与以往天堂不同，对于长期陪伴我们的玩家，对于每个角色都有深厚的情感。我们非常清楚，经典版游戏手感与以往的手感也会变得不一样，这个是令人非常沮丧的一件事情。在过去的天堂中，初始能力值的选择决定了角色最终的数值。我们也深知许多玩家在创建角色时都非常谨慎的在加点能力值，这也是天堂非常重要的情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系统与当初能力值系统所追求的透过多样化的属性组合，让角色的战斗风格变得更多元化的方向背道而驰。许多玩家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集中投资在体质的趋势。在升级时，最大生命值上升量有一定程度波动的结构下，为了能确保获得更高的血量，许多人甚至选择故意降低等级再重新升级，进行重复的作业，也就是俗称的洗血。这种游戏方式呢，并不能保证一定会带来明确的效果。即便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与努力，玩家们不得不承认结果不如预期的郁闷感，甚至还有可能背负角色变得更弱的情况。这个导致呢，角色成长的乐趣被绑定在单一能力上，原本应该多样化的选择范围，在过程中逐渐变得狭窄。我们开发团队在思考这些点的同时，也思考着如何在延续经典怀旧的感觉，不过度依赖单一能力值，并让各种角色成长方式都具备意义。因此，经典版的能力值系统在整体设计上采用与过去不同的方式。虽然近期收到最多关于点体值后出现血量补正的消息，所以进行说明，但我们也首先要声明，这不仅仅局限于体值，而是套用到整个能力值系统的结构性变化。具体来说，我们希望减轻一开始单次选择决定未来的负担，并解决随着时间推移而导致体质数值本身价值降低的问题。这样套用的方式就是基于当前的能力值基准值来计算角色属性的结构。以体质为例，不论初始投资与否，系统都会以当前时间点的体质数值作为基准，重新计算最大血量，且穿戴装备时也会反映相同的基准。但是我们必须要向大家坦白，那就是我们在游戏服务开始之初，未能充分的说明这些结构变化。由于大家对于过去的天堂非常的熟悉，许多人是以过去的方式来创建角色。然而事隔多时，现在才确认到这种差异，想必有人会感到失落与空虚。在游戏推出之前，我们应该先主动告知大家系统的改变。对于感到混乱的所有玩家，我们致上最深的歉意。
我们将预计在6月17号周3更新维护后套用能力值重置系统，同时我们也会进行系统层面的优化，让玩家能及时确认投资能力值而产生的属性变化，确保今后不会再发生相同的混乱。因此呢，在推出能力值重置系统的同时，我们将免费发送回忆蜡烛。虽然无法为大家挽回已逝去的时间，但我们会做好准备，让玩家们能再次自由选择未来的成长方向。我们将以此作为契机，整顿营运体系，确保今后若有系统结构的变化时，能事前进行引导与说明。对于经典版当前能力值结构之间的平衡，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玩家们提供的意见，并共同研拟与检讨必要的调整方案。Q2 狩猎时物品与魔法书等掉落率体感太低了，有调整的计划吗？官方表示，为了在维持经典怀旧的同时，提供新的目标与战斗体验，经典版以相对较快的速度进行了版本更新。然而，在此过程中，相较于内容扩张的速度，角色适应这些内容所需的装备、技能与魔法道具提供的显得不够充分。由于版本进度迅速，但获得核心装备与技能的过程相对缓慢，我们非常理解玩家在挑战新内容之前呢，就感到无比的郁闷的心情。开发团队并非轻视这项状况，今后将着手改善主要装备、技能与魔法道具的获得难度与管道。接下来他列了几点主要调整方向：主要猎场装备道具掉落率提升，新增部分装备道具的制作与获得管道，提升各职业核心技能魔法书的掉落率，改善部分首领的奖励，强化符合各内容阶段的道具获取途径。本次调整绝非为了让大家容易取得道具，而是为了整顿游戏环境，使玩家在快速更新的版本中能自然适应各个版本内容，并勇于挑战更多样化的猎场与战斗。与此同时，我们也深切尊重那些已经为了这些道具付出时间与心血的努力价值。为了确保道具的价值与成长的成就感，我们将采取循序渐进且谨慎的方式进行调整。Q3 法师的召唤术实用性太低了，有改善计划吗？目前召唤术可召唤的怪物种类与性能较为受限，许多玩家指出，相较于学习该魔法时抱持的期待，召唤怪在实际战斗中贡献度与满意度都显得相当不足。开发团队正对召唤兽的攻击能力、生存能力以及整体的战斗参与方式进行了仔细审查。若有需要，我们不仅会调整属性数值，甚至也考虑针对符合各成长阶段召唤结构本身进行重构与改版。我们所追求的方向是在法师投资智力与学习魔法的过程中，让利用召唤兽进行战斗成为一个明确且独立的游玩流派。由于这不是简单的一次性调整，而是需要花费一些时间的庞大工程。一旦检讨进度与具体改版方向整理完毕时，我们将会透过后续的更新公告来向大家说明。Q4 非正常玩家导致游玩体验很不舒服，对于违规玩家给许多玩家带来种种的不便。我们开发团队同样怀着沉重的心情，深感痛心。在那些正当付出时间与汗水的玩家身边，利用系统漏洞谋取不当利益，并扰乱游戏环境的行为，我们判定绝对无法姑息与容忍。因此呢，进一步加强对未授权程式与剧集使用的应对。我们正在准备相关措施。过去我们仅限于确认到程式使用记录的情况下才给予制裁，但今后即使没有直接查获使用记录，只要确认到利用复数账号进行非正常的金币累积时，明确异常的行为，我们也将扩大惩处。
该标准将从今天开始，并逐步依序实施。为了不让任何一位善良的玩家遭受无辜的波及，我们正精雕细琢侦测机制，并充足的验证过程，以十分谨慎的态度进行应对。同时也会透过持续的监控与数据分析，逐步提高稽查的强度与保护玩家们的付出与努力不被白白的糟蹋。维持一个公正且舒适的游戏环境是我们重大的责任。Q5 伺服器排队现象太严重了，能改善吗？当怀着兴奋的心情开启游戏，却碰上长长的排队队伍时，这会带来多么巨大的无奈与烦躁。我们开发团队也深切体会到这种沉重。为了维持玩家顺畅的游玩环境，我们对各伺服器容纳人数设定了限制，但我们非常沉重地意识到部分伺服器因极端严重的排队情况而造成不便。目前我们正透过限制角色创建等各种方式缓解排队的问题，但也确认到这些措施并未能让玩家体会到实质的改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正寻求根本性的解决方案，期盼透过伺服器优化来容纳更多人数，并着手准备排队系统整体的结构改善，以减轻一般玩家排队感受到的疲劳感。伺服器最佳化及排队系统改善的具体日程将在准备就绪后另行公告。在此前，我们将逐步采取可行措施，确保更多玩家能在稳定的环境中进行游戏。以上就是这篇的公告内容啦，帮大家简单的整理一下重点。第一点，能力值计算机制呢与以往不同，然后没有事先说明，所以会在6月17号呢维护后发送回忆蜡烛，让大家重新点属性。第二点，物品与魔法技能的掉落率将会再做调整，说会调整的更多啦。第三点，召唤兽强度日后更新会调整。第四点呢，严厉打击外挂与工作室对于违规行为零容忍。第五点，排队问题将进行伺服器优化，改善排队系统。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感谢大家观看。大家对于这次的 QA 公告有什么看法，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